云谦，云谦，郑琪，哎，好点没有？你受了刑，腿上还肿着，只能在床上待着。你怎么会？我是皇帝，也是正妻。对不起，之前骗了你。不过你放心，以后朕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了。皇上，不，以后你见到朕，不需要行礼，你还是把我当做原来的正妻一样。这是咱们俩的小秘密，不要告诉别人。要是早知道你是皇帝，我也不用在江南漂那么久。都是朕不好，你要怪朕、骂朕都可以。你是皇帝，谁敢骂你啊？也是啊。对了，你怎么会接皇榜，进到宫里替太后看病呢？我听说皇后娘娘，您怎么来了？你休息一下，朕去看看。嗯。臣妾不请自来，还请皇上恕罪。皇后怎么突然到乾清宫来了？臣妾刚才听人说，皇上从内药房带了一位姑娘回来。如果臣妾所料不差，应当就是那位死而复生的杭姑娘吧？是啊，朕也没想到她会接皇榜，进到宫里面给太后治病。杭姑娘心里面一定是记挂着成王殿下，回到京城又找不着他，所以才想法子进宫的。此话怎讲？臣妾是替成王殿下开心，所以就自作主张，打发人去了。臣成王朱祁钰求见皇上、皇后娘娘。去，杭姑娘，杭姑娘，你现在还不能下床，小心点。杭姑娘。皇上，咱们还是先出去吧，让他们小两口好好说说话。思念到一往情结，忽然抬头向前，却发现泪太浅，风已刺痛了双眼。曾以为只是寒冷如常的冬天，无关我倔强的执念。如果冰冷的大雪冰冻了一切，我会等在原点，等你出现。
你说那么长时间了，还要朕等多久？孤男寡女，成何体统？小顺子，把成王给我叫进来。皇上，成王和杭姑娘既有婚约，那久别重逢，说说心里话，也是无可厚非的。皇上叫成王来，是臣妾的意思。臣妾实在不忍心，看皇上为了一个女子，坏了多年的兄弟情分。成王得知杭姑娘死讯的时候，是如何的伤心欲绝，你也都看到了。既然如此，皇上又何苦对杭姑娘恋恋不舍？胡说！朕什么时候对她恋恋不舍了？是臣妾失言了。皇上和杭姑娘交好，应当是将她视为知交，不是妹妹。臣妾也是如此想的，所以才听了皇上吩咐，召成王进宫。不知臣妾说的对不对？皇后，你……臣妾知道，逼迫皇上是重罪，可是皇上也知道，臣妾并非善妒之人，换来是平常女子，臣妾一定将她纳入宫中，跟她一起侍奉皇上。臣妾记得，皇上探望成王时曾经说过，您就这一个亲兄弟，您当真忘了成王口吐鲜血时的情景了吗？要是您纳了杭姑娘，您让成王情何以堪？你把朕当什么人了？什么？原来那个允氏，就是杭家的那个活观音。娘，玉儿，皇上和娘娘怎么会突然要召见我？是不是太后娘娘的事被他发现了？是不是？娘，您不用害怕，其实，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参见皇上。参见皇后娘娘。免礼。成王，快帮本宫给贤太妃看座。哦，莫妃，坐吧。不知皇上和皇后宣召有何大事啊？皇后，你来说吧。的确是有件大事。太妃，成王只比皇上小3岁，可这府里头连个服侍的人都没有。本宫心里着急，便有心想帮成王做个大媒。多谢娘娘。太后娘娘也说过好几次了，安和郡主和玉儿是天作之合。母妃，皇后娘娘说的不是安和郡主，不是安和郡主，那是谁啊？行了，要不是父皇曾经说过，成王的婚事由你自决，朕才懒得啰嗦呢。允贤，出来吧。吴太妃，她就是朕给成王所挑选的王妃。见过太妃娘娘。她就是我一直跟您说起的杭姑娘，杭允贤。她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太妃，杭姑娘和成王一定是前世有缘，所以才会历经磨难死而复生，重新跟成王相聚。可是，别可是了，这杭家的官船为什么好端端的无故被盗？这件事情，
恐怕只有你和太后心知肚明吧。臣妾可是什么都没做过。太妃，之前的事情，皇上可以当从来都没发生过。不过，本宫希望你能够从此放下心结，真心接纳允贤。好了，吴太妃，现在人你也见过了，你可满意朕做的这个大媒？不行！皇上，玉儿是臣妾的独苗，臣妾宁愿抗旨，也绝不能接受这门婚事。不行，不行！皇兄，请容我跟母妃私下聊几句。太妃，不行，不行！太妃，您慢点儿。娘，放开我！娘，允贤为了见我，他不惜漂泊千里进的京，要不是他妙手回春治好了太后娘娘，什么？她就是给太后娘娘做药膳的医婆？不错。娘，允贤为了见我，他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，我绝对不能辜负他对我的一片深情。您就不能看在我的份上，接纳他一回吗？不行！她一个小官的女儿，哪配得上你呀？再说了，她那个活观音的臭名声已经传遍天下了。你要是娶了她，你就不怕太后生气，不怕全天下的人笑话你吗？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允贤用医术治好了上百个灾民，皇上特封他为县主。娘，难道您忘了？你让开，别跟我说了，别拦着我！皇上，娘，皇上，娘，这门婚事属臣妾万不能奉诏。臣妾罪该万死，只是这一婆允氏应皇上的皇榜入宫，治好太后之事，全京城传的到处都是，还有不少的人见过她。玉儿毕竟是当朝亲王，又从未娶过妻，若是娶个在家之妇，岂不成了天下人的笑柄啊？母妃，医婆之身只是假扮而已，现在允贤还是女儿身呢。可是她跟着一群男大夫一起进宫，已经是失了名节了。皇上，皇上，你就这么一个皇帝，难道你就忍心作践他吗？先帝爷，臣妾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先帝爷，娘，太妃，娘，娘，你怎么了？太妃娘娘，娘，让我看一下。娘，我娘怎么了？并无大碍，只是一时急火攻心，晕了过去。快传太医。是。娘，娘，娘，您醒醒啊！皇上，事情闹到这个地步，放杭姑娘在这儿也不太好。要不，臣妾先带她出去，住下来，一切都等太妃醒了再说。那好吧，先把她带走，好好照顾她，剩下的事情，朕来处理吧。皇上放心。娘，允贤，跟我过来。吴太妃也只是一时想不通，等时间长了，她会慢慢接受你的。吴太妃她根本就没有晕过去。这也是宫中女人常用的法子。我不过是想行医救人，难道就真的十恶不赦吗？娘娘，我遇到祁煜的时候，真的不知道他就是成王。
不是贪图富贵。本宫知道你是个好姑娘。刘大人，怎么这么长时间了，我母妃还是没有醒过来呢？这个不过是太后娘娘到。恭迎太后娘娘。怎么了？哀家刚一出宫就出这么大的事儿。程十三，臣在。还不快给吴太妃诊诊脉？是。禀太后，吴太妃是因为激怒攻心，血涌七窍啊！什么？太后娘娘，不然这样，您跟成王殿下先稍退吧，微臣给太妃娘娘施个阵。成王，前些日子你病得要生要死，今儿看到了心上人，你可是疾步如飞，全无病痛啊！哀家也没想到那个医婆允氏居然是杭允贤。母后，儿臣已经向皇上请旨赐婚，还望母后成全。哀家倒是能成全你，可是吴妃呢？你别忘了，你娘是罪奴出身，自打生下你就被先太皇太后逐出宫门，吃了许多年的苦。直到你去成州就藩，你娘因为思念你，茶饭不思，就是来和哀家请安也三句不理你。可是你呢？为了一个平常的女子，把你娘气成这样。儿臣有罪，可儿臣也没有想到，母妃竟然如此接受不了杭姑娘。哼，要是换了哀家，哀家也会想不通。那个杭氏抛头露面上过公堂，那双手摸过多少男人。要是娶了这样的媳妇儿，哀家也巴不得闭上眼睛图个清静。哀家不想勉强你，可是你别忘了，你是个亲王，你要想清楚，见色忘孝，实为大耻。你想被天下人戳脊梁骨吗？你放心，成王只能光顾着吴妃，其他的事啊，他肯定是没心思去做了。那个杭允贤怎么还没死啊？成王怎么这么快就让皇上赐婚了？我一直等着他病好，总以为他会忘了那个女人，记着我的好。你呀，就是太倔强了。要不是当初你非闹着要杀那个杭氏，成王也不会跟你闹成现在这个样子。这回啊，得听姨妈的，不能再闹了啊！哀家今天已经放下话了，祁煜只要能听进去，他肯定不会再闹着
去那个行市。哀家已经让程十三告诉吴妃该怎么做了。这宫里头有的是软刀子，只怕有一天那个行市恨不得自己没进过宫。杭姑娘，你就暂时住在这间屋子里吧。待会儿奴婢会派2个小宫女过来服侍。多谢如香姐姐。奴婢哪当得起姐姐2字，杭姑娘直接叫我名字就是了。这2天如果有什么需要，只管打发他们来告诉奴婢就是。如香，那药房有个叫丁香的宫女，你认识吗？丁香，桌子上有些蜜陀僧，你拿去屋子里弄碎了，调上油，抹在腋下，那个味道就全没了。不用了，我早上抹过姜片，现在已经好多了。那个只是暂时的，要想治本，还得靠这个。无缘无故的，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能有什么居心啊？你早上帮过我，我不过是想报答一下你，这有什么不对吗？那我也犯不着承你的情。我到外头候着，你有什么吩咐，叫我一声。站住！丁香，我知道你之前吃过亏，所以看人总有一些偏激。但谁没有个不顺的时候呢？只要心存善良。别说那些好听的了。你是要当王妃的人，怎么会知道我们这些下贱人受过什么样的苦呢？那你受过什么样的苦？我原本做得好好的，眼看着马上就要升管事姑姑了，却莫名其妙得了一身狐臭，马上就被打到最下面，人人都避着我走。你现在还在这不咸不淡的，说什么我偏激？我很小的时候，就连累爷爷和哥哥惨死，和我亲如姐妹的丫头，也是为了救我而死。我在江南漂了几个月，有家不敢回。早上被太监欺凌，下午被太妃娘娘说名声不好，不配嫁给成王。你觉得是我惨，还是你惨？可我现在还想着帮你，因为我一直相信，人这一辈子这么长，不能把所有心思都花在难过上。殿下，娘娘醒过来了。哎，殿下，您请留步。微臣想提醒您，娘娘最近身体虽然有所好转，不过呢，她体内的邪气仍然是妄行不灭呀。所以说，待会儿殿下跟娘娘说话的时候，千万得顺着她点儿，万万不可让她再伤心难过。否则的话，本王知道了，谢谢大人。啊。娘，您感觉好些了吗？玉儿，没吓着你吧？是儿臣不孝，儿臣说话太急，也没有跟您说清楚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是我吓着您了。刚才我昏昏沉沉的，
倒是想明白了一件事情：你愿意娶谁就娶谁吧。反正娘啊，也是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，又何必管你娶谁不娶谁？白白碍你的眼呢。娘，您别这么说。我知道你一直在怀疑娘。行家官传的是，娘和太后真的是从头到尾都不知情的。娘之所以不愿意你娶她，只是觉得她一天到晚抛头露面，不安于世，不像是能好好照顾你的人。都怪娘不好，没给你一个好的出身。本想着帮你找一个身份高贵一点的媳妇儿，也能帮你一把，结果你却觉得娘一直在跟你作对。算了，只要你高兴，爱娶谁娶谁吧。反正娘死了，也不怕被人戳后脊梁骨。娘，是儿子不孝，您放心，儿子一定会想一个办法的。这些我都管不着了，你去吧，娘有点累了。殿下，殿下，太妃娘娘服了药，已经睡了。你去跟那些宫女说，好好伺候母妃，到时候都有重赏。殿下，奴才有几句话，不知当不当讲。什么话？奴才打小服侍娘娘，实在不忍心娘娘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奴才心中有个法子，说不定能解开现在这个死结。你说什么法子？现在娘娘所在意的，不过是杭姑娘以前的名声。殿下，如果能……要我隐瞒身份？是。你想，我娘现在在意的，不就是你曾经上过公堂，给别人瞧过病吗？她怕这事传出去丢了体面。如果咱们现在先改个名字，隐瞒起来，等将来到了成州府以后，一切再做计较，多好。那我爹他们呢？能不能也先瞒着他们？等将来咱们过些时日到了成州再说。亲王妃的名字也是要写进玉牒的，难道你想让我一辈子都顶着别人的名字嫁给你吗？不会的，有皇兄在，等将来我娘不在意这事儿了，咱们再找宗人府的人把玉牒改过来不就行了？云仙，我知道这事为难你了，可是为了咱们俩，为了我娘的身子，你能不能先委屈一下？我明白了，要改名字，那就改吧。只要能让太妃娘娘赶紧好起来，我这儿一切都好。云仙，就这一回，我保证，以后绝不会再让你受其他的委屈了。你是傻子吗？这种事情居然都能答应？不答应又能如何？其实吴太妃根本就没有病，可我不想让祁煜为难，毕竟他们是亲生母子。唉，那你既然知道了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朕？还要改姓？你现在答应他了，以后他还有100件事情要折腾你呢。不会的，祁煜说了，以后不会再让我受任何委屈了，我相信他。
那你既然都想好了，来找朕做什么？哎，皇上，其实我并不姓杭。当年我们全家是奉了太皇太后的旨意，才改名换姓，远走北疆。我爷爷谭父，原来是太医院的院判，10年前因受奸人诬陷，不得不自缢身亡。我想请您彻查此事，洗清我爷爷的冤屈，恢复我谭家的旧姓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朕不是说过吗？无论怎么样，都不用跟朕行礼的，包括你瞒了朕，都不用道歉。原来你是打这个主意啊！朕也是见到你光顾高兴，竟然把这事儿给忘了。你知道我们家的事？当年你全家出事之后，东厂查办此事，那时候朕就知道了。其实王振他也经手此事，当年救了你全家的钱大人，也就是皇后的父亲。只可惜在8年前，他就离开了。那我一定要好好叩谢皇后娘娘。这事儿以后再说吧。不过朕只知道，你爷爷当年是自杀的，却不知道他是被奸人所害。这里头到底怎么回事？此事说来话长，都怨我当年不懂事。他愿意放弃杭家的身份。对，允贤说了，既然皇上已经以献主之礼将杭氏女下过葬，他也就不愿再生枝节了。母妃，儿子都想好了。您看，既然允贤已经认了于东阳大人为义父，那这个事情不就是顺理成章了吗？娘，太妃娘娘。娘身子不好，一时走神了。好，只要他能洗心革面，娘也不是那种不通情理的人。这样吧，等娘身体好些了，你再带他过来，让娘仔细瞧瞧他吧。谢谢娘成全。这可怎么办？程十三不是说了，只要逼他改名换姓，他是绝对不会答应的。娘娘别急，太后娘娘昨儿还打发人过来吩咐过奴婢，说是就算他肯松口，咱还是有后招。那个骗你的奸贼到底是何人？朕要是知道了，非扒了他的皮不可。我乘船进京的时候，曾经改名换姓的把家里的事跟别人提过。有一位见过世面的老大爷跟我说，害我爷爷的8成就是太医院里的人，因为我爷爷身在太医院，平日打交道的除了宫里的贵人，就只有他的同僚。不错，只有那些医术不如你爷爷的太医们，才会想得出如此狠毒的招数。所以我想请你帮我看看，我爷爷走了以后，太医院里有哪些人升了职位。这倒不难，只是太医院的太医，至少也有110个人。这10年来，更是来的来，走的走。你难道真的不记得那个奸人到底长什么模样了吗？如果我看到他，也许我能认出来。啊，对了，他虎口上有个红色的胎记。红色胎记，这就好办了。朕立刻派东厂的人去查。要是能还你爷爷清白，你改回姓谭，倒也不算委屈。怎么了？谢谢你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帮我的。别那么客气，以后有任何事情，尽管来找朕。有皇上当靠山，我真是好大的面子。那是自然的。对了，以后仁寿宫那边，你还是尽量少去的好。我和太后的关系虽然缓和了一些，但毕竟心结还在。以后你还是尽量避着她吧。我明白，
只是就这样离开仁寿宫，一声招呼都不打，会不会不太好啊？毕竟我在仁寿宫的时候，太后娘娘对我还是很不错的。吴太妃闹了这一场，现在太后肯定知道你的身份了。汪美林是她侄女儿，她恨你还来不及，你还要在心里面惦记着她吗？给太妃娘娘请安。平身吧。是个整齐孩子。我听玉儿说了，你迷途知返，明白以前抛头露面是有伤妇德的事，又肯为玉儿改名换姓，确实也算是难得。只是要嫁进王府，就没那么简单了，德颜容功一样都不能缺。我听说你是在北疆长大的。府里可曾请过教养嬷嬷？女工怎样？有没有学过掌家理事啊？女工尚可，府里也曾请过教养嬷嬷。娘，允贤可是做得一手的好药膳，太后娘娘不都夸她来着吗？我知道，可是身为人妇，会不会做饭无关紧要。但凡官家小姐，哪个是十指沾了阳春水的？只有小门小户的女孩子才会引以为荣。娘，怎么了？我又没说她。杭姑娘，令堂是哪儿的人？家母黄氏是无锡知县之女，15年前就已经过身了。你是独女？是。玉儿，古人说了，有7出5不娶的，最后一条就是说丧父长女不娶，因为这样的女孩子没有母亲教养，难免行为不端。允贤自幼在祖母膝下长大，祖母身有五品诰命。我又没问你，干嘛顶起嘴来了？娘，您先坐下吧。娘，您能少说2句吗？允贤，娘要问你什么，你回答就好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省得玉儿又以为我不喜欢你。杭姑娘，虽然之前你行事不端，但看在玉儿份上，我呢也就不计较了。不过杭姑娘，一旦嫁进王府，什么医呀药的，那是绝对不许沾了，要不然堂堂成王府传出去像什么话呀？您让我以后不再给人瞧病？那当然了，进了王室，不论你是正妃还是侧妃，绝对不许抛头露面给别人瞧什么病。瞧你这样儿，不会还想着要当什么女大夫，成天给那些下贱男人瞧诊吧？娘，太妃娘娘，请恕允贤无礼。当初要不是成王殿下深夜来到我家，求我给您诊病，您现在也不能坐在这儿，一再对我横加侮辱。学医诊病，是允贤自小的愿望。太妃娘娘如果看不惯的话，允贤也不会求着嫁进成王府。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？允贤，你就少说2句吧。好。允贤，你明明知道我有多爱医术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殿下，娘娘她，娘，怎么了？